你以为生命是宇宙的核心目标，可能你错得离谱。人类总爱追问存在的意义，尤其谈到生命时，总觉得这是宇宙最特别的事件，甚至觉得宇宙是为生命量身打造的。但如果真相是，就算没有我们，宇宙也能带着恒星、黑洞和星系平静运行数十亿年呢？这恰恰是最令人震撼的理论。宇宙是台巨大的自给自足机器，严格按物理定律运转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地球生命不过是小行星表面的小意外，是宇宙冷漠运行中偶然迸发的惊叹号，却可能完全无关紧要。想象宇宙不是慈爱的造物主，而是个巨大的沸腾化学实验室，里面有套严格的实验室守则，就是我们说的物理定律。这些守则可不管善恶或意义，它们只负责大爆炸后宇宙冷却，先造出氢和氦，接着恒星内部炼金，合成碳、氧、氮等重元素，恒星死亡爆炸时再把这些元素撒向宇宙。关键来了，只要有碳、液态水能充分混合化学物质的完美溶剂，再加上稳定能源，比如太阳，生命出现就只是时间和概率的问题。简单说，生命就是宇宙解出的最复杂化学方程式，就像拿一盒乐高，给它充足能量，摇上几十亿年，总得摇出些能自我复制的复杂结构，我们管这叫生命。这过程根本不需要更高目的，只要条件匹配，生命几乎必然出现。宇宙不需要生命当目标，但条件凑齐了，我们就作为偶然中的必然，成了这场复杂化学反应的产物。抬头看星空，总觉得宇宙设计完美，引力强度、光速、电子电荷数值卡得刚刚好，差一点星星就点不亮，原子组不成，生命更没戏。所以很多人觉得宇宙一定有目的，专门为生命定制的。但人则原理直接推翻这逻辑。我们能观察到宇宙是这样，恰恰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能诞生，我们去观察它。打个比方，你走进个有100万间房的大超市，有的没氧气，有的热到融化，有的连原子都没有。你可能会问，为啥我偏在能呼吸、能吃饭的房间？答案很简单，其他房间根本容不下问问题的你。不是宇宙选了我们，是我们只能存在于能容下我们的宇宙或宇宙角落。要是加上多元宇宙，概念更扎心。如果有无数个宇宙，每个物理定律都不同，那绝大多数都是死亡宇宙，没星星，没行星，连复杂分子都没有。我们只是刚好撞上了数值调对的那个宇宙。生命不是宇宙的特别礼物，只是无限随机中的统计必然。换句话说，生命只是我们存在的必要条件。宇宙没生命照样转，但我们作为观察者，没刚好适合我们的宇宙可不行。我们以为的特殊，不过是自己存在带来的幻觉。宇宙的规律很简单，一切都可能发生。这相当于把宇宙看成台无情的巨型机器，唯一目的就是穷尽物质、能量、空间的所有可能组合。想象宇宙像个有无限画布和颜料的巨人画家，他没预设构图，就是随便涂，涂着涂着就涂出了我们称为生命的复杂自复制结构。所以生命不是实验目标，只是最复杂的结果之一。不管是岩石里的美丽水晶，还是爱因斯坦的大脑，本质都是原子的复杂排列组合。生命只是物质的高度有序形态。物理定律允许就造恒星，条件合适就造细菌或人类，这不是刻意为之，只是物理潜力的自然实现。最扎心的是，宇宙没有优先级，就算明天生命全消失，宇宙也会接着做实验，造新恒星、新行星，就像我们出现前那几十亿年一样。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亿万种可能结果里的一个。宇宙不需要生命，但生命是宇宙潜力的充分展现。我们的生命只是物质表达自己的众多方式之一，我们其实是高级数据载体。要理解这理论，得先放下生命是温暖、有灵性的存在这种浪漫想象，把它看成存储复制数据的系统。生命最核心的任务是把造自己的指令代代相传，
这些指令就藏在 DNA 里。换句话说，宇宙创造了条件，让最复杂、最高效的存储系统出现了。DNA 里存着从细菌到人类的所有建造说明书。生命通过繁殖不断复制这些信息，还能根据环境升级信息，让自己活得更好，传得更远。从冷酷技术视角看，生命的目的不是感受或思考，而是尽可能高效保存和传播自身信息。宇宙里关于温度、重力、化学成分的信息原本只是物理现象，现在被 DNA 记录存档成了特定星球生存指南。如果宇宙是台巨型无情计算机，那生命就是最复杂软件。它让这台计算机不仅能运行，还能记忆和传递数据。说到底，生命可能只是个信息过程，努力抢资源、能量和物质，就为复制自己。宇宙没生命照样转，但生命是打包传播复杂数据的最有效方式。我们不过是会呼吸的活代码载体，而进化就是不断优化代码的机制，就为别让这些信息丢了。如果生命只是高级数据载体，你还觉得我们的情感和思考有独特意义吗？生命像宇宙里的杂草。这理论认为，生命不是地球土生土长，是从太空搭便车来的。微生物、孢子，甚至有机分子，可能坐着彗星、小行星或宇宙尘埃，流浪碰到合适的行星，就感染它。要是这理论成立，我们对宇宙生命目标的认知得全推翻。地球不是生命培养皿，只是适合宇宙种子生长的花盆之一。这种情况下，生命成了星际移民，像无处不在的宇宙霉菌或病毒，没目标，没情感，就知道找地方生长繁殖。可能它早在银河系中心诞生，之后就开始宇宙漫游，不需要创造生命，只要传播生命。泛种论最让人发凉的是它暴露了生命的无目的性。陨石撞地球带来有机物或微生物，不是神的安排，只是物理碰撞。能熬过宇宙旅行，在新星球扎根的生命，确实展现了惊人生命力，但这只是过程的生命力，不是宇宙计划的信号。生命不是宇宙的目标，而是它的特性，填满所有能填的合适空间。宇宙某个角落可能没生命，但只要生命出现，它就会拼了命占尽可能多的空间。我们不过是能量扩散机。要懂这扎心观点，得先回顾热力学第二定律。宇宙万物都爱熵增，也就是往最混乱、能量最分散的状态发展。简单说，宇宙就想让所有能量均匀分布，哪都别攒着。比如一杯热咖啡放那儿不管，会凉，能量扩散；一栋房子不管，会塌，也是能量扩散。从这角度看，生命不是目的，是加速熵增的高效工具。生命是局部有序的复杂结构，但这种有序就为了更快消耗周围能量，让它们扩散。植物吸收高有序太阳能转化成热能，化学反应和生长本质是加速太阳能扩散。我们人类烧石油、天然气、食物转化成热能、运动和废物，也是在加速能量变混乱。有科学家说，像生命这样的自组织系统会出现，就是因为它是扩散能量最有效的方式。对宇宙来说，生命不是为了美或意义，是当最快最复杂的涡轮机，把集中的能量，比如阳光、火山、热，变成分散的无用热能。说白了，我们存在不是为了问为什么，是当宇宙的涡轮机，帮它更快达到最大混乱。我们的生活可能只是一段代码，这就是模拟理论。他说我们的宇宙不是真实空间，是高级现实里的巨型虚拟程序。要是我们真活在模拟中，生命目的得彻底重写。我们的生命、意识、情感都只是让我们信以为真的代码。这时候生活目标变得技术化，可能创造者启动我们是为了收集数据，比如文明怎么发展，人在压力下怎么做决定，复杂化学系统怎么组合。我们的生活只是输入数据，给他们的科学或历史研究用。我们可能只是超详细游戏里的小角色，
目标就是演好程序员写的剧本。宇宙没生命能存在，但模拟需要生命。最可怕的就在这儿，我们的创造者不是神，是程序员，可能和我们一样，来自更高一级的现实。我们的宇宙确实能没生命，像背景环境，但模拟得靠生命完成收集信息的任务。我们不是宇宙的目标，是程序的目标。存在不是为了宇宙，是为了运行它的计算机。要是创造者觉得实验够了，按个按钮，我们就没了，宇宙也就回到代码启动前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可能只是人类的专属问题。我们前面聊的各种理论、技术的、机械的，都在给生命找目的，但无目的论抛出最激进、最扎心的答案，根本没目的。这里的虚无主义不是消极，是说宇宙没内在意义、目标或价值。我们人类有发达意识，总爱找规律、编故事、追意义。仰望星空时，我们希望有谁或某种力量有原因创造世界。但星星、黑洞、物理定律可不会问我为啥在这儿，它们只是存在。我们硬要给宇宙找意义，但生命的意义不过是人类的幻想。宇宙没意识、没愿望、没需求，哪来的目的？我们的生命在这冷漠宇宙里只是虚无中的意义，是我们的理智给自己造的意义，就为活得舒服点。但这意义只在我们脑子里，就算明天人类全消失，重力不会变弱，太阳不会熄灭，物理定律不会乱，生命只是时间的局部现象，是亿万年、亿万星系混沌海洋里想抢点秩序的可笑尝试。我们的存在连火花都不算，只是宇宙脸上留不下痕迹的小波动。生命对宇宙来说不重要，因为宇宙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，它只是存在，而我们不过是这永恒无目的中的一个小现象。知道了宇宙可能没目的，反而更自由，我们可以自己给生命定义意义。关注我，带你用最通俗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对生命意义有新想法了吗？评论区说说你的专属答案，别忘了点赞收藏。下次想聊哲学宇宙时，这里有你需要的脑洞原料。